东西？真的，全是真的！医药费、工资、房租、拆迁款，我的所有难关一下子全有希望了。何方人士？这些银两是你祭天的祭品，落到了我这里。燕归关被困3月，粮水断绝，瘟疫横行。我以全军圣炫银财祭天，只求一线生机。姑娘，你若手中有净水、干粮，我愿以金银尽数相换，救我全城军民。我换。活了，我们活了！神明垂怜，真的垂怜我们燕归关了。姑娘一己之物，救我燕归关数万生灵，此恩大夏铭记，萧林铭记。只要你肯持续相助，我大夏所有金银中宝尽数于你。我在现代苦苦支撑，四面绝境；他在古代死守孤城，万民待亡。一窗通两世，我以薄物救他一城万民，他以重金渡我满身绝境。从今往后，双向救赎，双向翻盘。足迹官银，品相上等，姑娘出手阔绰啊！全数结清一点点。多谢掌柜。已经缴清全部欠费了，治疗可以正常继续。各位师傅，拖欠大家的工钱，今天全数补上，往后作坊不会再亏欠各位。苏姑娘总算渡过难关了。我们肯定好好干活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只是解了燃眉之急，边关数万居民还在受苦。普通干粮清水治标不治变，我得多准备些物资送过去。不仅要粮食药品，也带些不一样的吃食，让他们也尝尝别样滋味。不知古代的人会不会喜欢这种吃法？谢谢。东西都备齐了，就等日落时分开启通道。这水看着就脏，可除了这里，再也没有水源了。喝了又容易染病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等敌军攻城，我们自己就先垮了。将军，军中病患越来越多。药材匮乏，饮水不洁是最大祸根，我实在束手无策。将军，敌军动向异常，恐近日就要发动夜袭，严加戒备，所有人坚守岗位。不知那位姑娘，今日还会不会送来物资？
这些物资希望能帮到他们。大家不要急，有序排队分发。神了！这东西放进水里，脏水直接变干净了，再也不用担心喝水染病了。将军，此乃神物，城中疫病势头已经压下去了，真是天大的造化。太好吃了！活了这么大，从没吃过这般新奇的吃食。姑娘送来的物资，样样皆是至宝。净水除污，药草防疫，解我全城生死大难。萧林代表燕归关数万军民，拜谢姑娘大恩。能帮上忙就好，你们安心坚守。双向互助，彼此成全。接下来，该把剩下的难关一一扫清了。这些都是宫廷古物吧？比银子贵重太多了。萧凛这是把军中甚至宫中的珍藏都尽数送我了。他拿全城活命的希望换我物资，我一拿这些珍宝，彻底翻盘人生。苏姑娘，真多亏了你。之前我还以为作坊真要撑不下去，我们都要失业了。现在工资结清，作坊稳住了，我们心里踏实得很。辛苦各位师傅坚守，往后作坊不会再亏欠大家。哟，苏燕，几天不见，你这落魄小作坊怎么突然活过来了？前阵子还到处借钱发工资，现在倒是挺悠闲，生意周转过来而已。有事转？你家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。妈重病，作坊欠租，马上拆迁，你哪里来的钱结清欠款发工资？该不会是走了什么歪路子，赚了不干净的钱吧？从未吃过那般神奇热食，不用生火，不用烧水，片刻即热，鲜香暖胃，真是神迹。将军，城中疫势彻底压下去了，净水神物消炎灵药救了全城百姓将士的命。姑娘自一城生机，萧凛必不负所托。清点剩余物资，妥善封存，整整分配，日夜值守，严防敌军夜探。是。我倒要看看你最近做了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偷偷抄别人的款式？我的作坊，我的手艺与你无关，再肆意闹事、恶意造谣，我直接留存证据，走行业协会举报。以前我忍让是我无路可走，现在我有底气、有能力守住我的一切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几天。只是结清债务远远不够，想要彻底站稳脚跟，护住祖宅和手艺，我必须彻底变强。这批古物就是我翻盘的最大底气。普通白银只能解一时温饱债务，这些宫廷古物才是真正能让我彻底站稳脚跟、守住一切的底气。姑娘，这是实打实的大夏官铸足金大锭，古法锻打，纯足金无掺假，保存品相完美至极。如今大盘原料金均价985元一克，市面旧金最高950元。你这是古代官制纯金，品相纯度碾压现代黄金，我给你1050元一克的顶格价，分文不压。2500克纯金，单克1005，这批金锭总价262万5千元。这是大夏早期皇室御用玉璧，制式、沁色、刀工全是宫廷绝技，早已绝迹100年，是馆藏级的传世珍宝。我眼力不足，不敢乱估，我马上请市里的古玩泰斗、省博特聘顾问过来鉴赏。无劣无杂，品相完美，
皇家气运浑然天成，乃是实打实的国宝级古玉，市面普通古玉数十万封顶。这枚玉璧我给出保底280万收购价，上拍轻松突破300万。姑娘，行业最高价，黄金262.5万，古玉280万，合计542万5千元。现在立刻全款交割。从前我为几千块四处低头，为生计步步受制，如今手握500多万现金流，母亲的治疗、作坊的存续、祖辈的老宅，我全都能稳稳守住，再也不用被动窘迫。短短几天还清所有欠款，全款变现顶级古玩。苏叶，你到底藏了什么机缘？来路绝对不干净。粮草药品只能保命，边关旷野辽阔，肉眼所见有限，暗处危机四伏。这些千里镜可登高望远，明晰百里动静。你们务必派专人值守使用，严查关外异动。将军，这是何物？造型奇特，从未见过。不好，敌军根本未退，全程隐匿在百里响谷之中，刻意示弱麻痹我军。若不是这千里神物，我军必将被打措手不及。李虎，末将在，即刻全员戒备，分派精锐哨兵持千里镜分班登高轮值，全天候监控百里敌情，清点军械，加固城墙，封锁山林要道。全军进入1级备战状态。遵命。暗处造谣，鼠辈伎俩，我问步变强，既有守护边关的能力，也有扫清身前小人的底气。将军，此次若非姑娘送来千里神镜，我军必定被敌军示弱假象蒙蔽，惨遭偷袭。此女子不仅心善大义，更心思精巧，善造器物，实在难得。她数次送来净水器物、便携口粮、防疫药材，如今又送来望远神物。此物精巧贴合实用，构思绝妙，贴合将道，寻常商贾、寻常世人根本做不出。我敢断定，他是一位身怀功底、潜心深沟的匠人。此书乃是我大夏皇室珍藏孤本，收录百年宫廷造办绝地、古雕秘法、器物修复精髓、诗禅纹样制式，世间仅此一册，民间无半分流传。他赠我边关生机，守城慧眼，我无以为报，便将这绝世匠艺赠与他。钱财珍宝皆是外物，唯有技艺传承，能伴他长久立孙，岁岁安困。姑娘，承蒙屡次相助，救万民于水火，知你深具匠心，深耕匠艺，特此赠你大夏名匠录一册，愿你技艺精进，自成山海，一生顺利无忧。原来古代宫廷匠艺精妙至此，很多我摸索多年的疑难手法、修复短板，这本书里全都有精准解法。林曼想靠资历、靠人脉打压我，业内众人觉得我只是普通作坊匠人，那我便潜心吃透这绝世古艺，不张扬不浮躁，待到出手之时，必是惊艳全场之日。各位前辈，各位同行，今天趁着所有人都在，我想当众问苏燕一个问题。苏燕，短短半个月前，你还负债累累，作坊濒临倒闭，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，甚至到处借钱周转。可如今呢？你突然手握巨款，还清所有债务，频繁出手天价古物，还能扩大作坊规模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本分做手艺，可你这笔天价财富来路真的干净吗？你一个濒临破产的小作坊技人，凭什么突然翻身暴富？不止钱财来路可疑，你的手艺也一直平平无奇。从前作品毫无亮点，近期突然多出许多新奇高端样式，我严重怀疑你要么是抄袭拼凑他人作品，要么是走了歪门邪道。今天这么多行业前辈在场，你敢不敢当众证明一次，证明你的钱来路干净，你的手艺是你自己的真本事？怎么不说话？是心虚了，
还是根本拿不出证据，默认自己弄虚作假，来路不正？我看你就是靠着投机取巧混进这个行业。钱财来路，我有完整合规备案，清清白白，无需向任何人多余解释。至于手艺真假高低，从不是靠嘴争辩，而是靠作品说话。既然大家都想看真相，那我们便现场立赌约。今日在此，我愿当众临场创作现场修复古件，是真是假，是虚是实，交由各位前辈当众评判。若是我技不如人，弄虚作假，我当场退出非遗行业，永久不再涉足匠艺。若是我凭真本事过关，还请林曼当众道歉，从此闭嘴，不再造谣抹黑、恶意刁难。好，我跟你赌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半路落魄、平平无奇的匠人能翻出什么浪花。我等着你当众出丑，滚出这个行业。我赠你绝世匠艺，愿你锋芒尽显，万事顺雷。我手艺成安屯，静待你万丈光芒。你们等着看好戏吧。苏燕那点三脚猫功夫，圈内谁不清楚？平平无奇，毫无新意，平时也就靠廉价修补混口饭吃。曼姐从业10几年，功底扎实，经验老道。她一个刚翻身的新人，怎么比得过行业了？今天铁定要当众滚出行业了。既然赌约立下，规则公开透明，现场随机抽取2件残损古件，1人修复1件，限时半个时辰，手法、品相、神韵、完整度综合评判，优劣高下，作品说话。苏燕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别硬撑着逞强，等会儿修得一塌糊涂，破绽全除，不仅丢自己的脸，连咱们整个非遗圈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。我今天就好心教教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手艺，不是靠投机暴富，靠噱头博眼球，是靠10几年扎扎实实的功底。手艺高低不靠嘴说，开始吧。完了，苏燕慌了手脚，节奏全乱了。装模作样，等死而已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才是正经手艺。苏燕，现在认输道歉，我还能饶你一次。这是古法宫廷卜文技艺，失传上百年的匠艺绝技，手法纯正，气韵绝佳，比我们现存的现代修复技法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规整只是匠术的基础，神韵才是匠艺的巅峰。林曼的修复只能算修好，苏燕的修复是复活古物，高下立判，天差地别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这么高深的古法技艺？你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水平，你绝对是作弊，提前备好了样品。胡闹！此等失传绝技，市面上无模板、无教程，根本无法作弊。小姑娘，手法神术自然，气韵纯正，是实打实的真才实学。赌约在前，评判已定。技不如人，恶意造谣，当众抹黑，愿赌服输是匠人立身之本。当众挑衅造谣，输了拒不认错，就是品行不端，行业协会必将从重处置。对不起，以后再无端起架子随意诋毁、抹黑他人的资格。安分守己，凭手艺做事，别再靠嫉妒害人，靠嘴短度日。哎呀，你别来天上非遗行业交费，你快客气。你的锋芒终于绽放，我守边关安宁，静待你盛世名扬。苏燕，你突然习得绝世古法，一夜蜕变，你身上的秘密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今日之辱，我必定100倍奉还。没有任何有效治疗的方法，天花已是绝症，军营和民间感染人数每日剧增，已经无药可解。一旦疫情扩散，不出7日，这10万边关军民都将覆灭啊！
立刻封锁所有城门，严格隔离病区。我萧林绝不轻言弃城，哪怕战到最后一人，也要守住燕归关。今天我就要为大夏万民斩断这纠缠千年的天花祸困。去其疆，以牛痘引痘入体，以清症换免疫，以毒攻毒，以疫治疫。这是上天赐下的生路啊！立刻按古法挑选健壮牛犊，扩大培育范围，筹备全民接种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疫情。诺！此功不在一时，此利不在我身。但求山河可见，万民生安。我已经铺好了路，接下来就静待疫散人安。今日推行牛痘种疫之法，源自天授古籍，历经试种验证，安全稳妥，无半分凶险。凡接种者，可终生免疫天花，老弱勿应优先。兵士百姓依次有序，人人皆可得户，户户皆可安身。先为本将施种，若此法无恙，万民可安心跟随。将军，接种完毕，并无大碍。将军以身试法，护我万门心安，此乃真生路也。行医半生，从未见过如此神迹。不借灵丹妙药，仅凭一法便可护10万苍生免于绝症，此等功德亘古未有。将军守关护民，谢天降奇术，救我苍生。10日光阴，你以一纸古籍消100年天花之祸，活10万边关万民。你的恩德不止于一城一邑，
而是庇佑大夏千秋万代。古来天花无解，残害苍生千年。今燕归关得绝世奇术，根治绝症，护我北疆万民。此乃大夏之幸，天下苍生之幸。吾皇圣明，天佑大夏。朝廷当即下旨昭告天下，将古法牛虻防疫之法列为举国推行之典。疫散人安，山河无恙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将军，北狄大军休整完毕，尽数出峡谷腹地，列阵压向燕归关边境，兵锋直指城关。全军整备军械，加固城防，燕归关关沟，列阵迎敌。我大夏万民得护，军心稳固。今日便守好国门，拒外敌于关外。将军，如今城内疫灾尽除，万民安稳，您大可下令休整几日，无需日夜紧绷。正因关内疫散民安，军心复苏，北狄才会心急。他们错失瘟疫破城良机，必定趁我军刚脱大疫，连夜疲惫，发动突袭。黑夜是他们唯一胜算。敌袭！放箭！黑夜不亮，城关难安。今夜只是试探，敌军在摸清我们的夜视短板。明日深夜必定全军总袭，我们始终被动挨打。将军，此为何物？无火无油，不知如何使用，莫不是什么仙家法宝？将这些柔性板片尽数平铺于城头向阳处，灯体则固定于城墙垛口，尽数朝向关外峡谷要道，静待入夜，查验其效。全军听令，拿下关隘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，什么东西这么亮？我看不清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无火无油，深夜怎么会这么亮？莫非天神庇佑大夏？我们完了！全军听令，固守城头，精准击敌，趁势清扫关外潜伏余寇。白日收天光，入夜护山河。姑娘所赠神物，破暗夜定战局，护万民。自此我燕归关，再无夜袭之患。北狄残兵在峡谷重整，神色阴沉，满心忌惮，夜战优势丧失，偷袭诡计破绽，只能集结主力，正面硬刚，决一死战。北疆终极决战倒计时。
请。正宗清宫官窑传世品，器型完整无缺，釉色饱满纯正，开片自然，底块清晰，是保存完好的顶级孤品。市面上极少能见到品相这么完美的官窑赏评。小姑娘，这件藏品我行会给出520万收购价，一口价。可以，成交。这是前朝名家山水真迹，存世孤品，博物馆级别的国宝藏品，市面上早已绝迹，没想到今日能亲眼见到完整真品。1800万，我当场拿下；2200万，别跟我抢；2800万，全款现结；2900万第一次，2900万第二次，29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3000万巨款，足够置换全城全新军械，补足卷年粮草。采购全套守城物资，甚至能储备充足应急补给，足以撑起萧陵守住整座燕归关，护佑北疆千万百姓。挑犯严阵边，双线蓄力，准备决战。小姑娘，你要哪种钢材？家用铁艺、小型管材我们都有。量不大的话，我直接给你最低价。我不要零碎小件，我要大批量高硬度精密精钢，加厚钢板，实心钢坯。现货能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古代最大的战争短板，从来不止兵力粮草，而是冶铁技术的时代碾压差距。大夏古法度有限，提存技术落后，锻打工艺粗糙，炼出的铁器含大量杂质，劈脆而不韧，刀剑软容易卷刃，对战极易断裂。盔甲为精拨式降维易碾压，全部现货液装车，所有高硬度精钢坯、成品钢板、长条钢料，我全款包圆，越快越好。末将从军10余年，用过各州进贡的精铁，皇室御用的百炼兵器，自认已是世间极致。可对比这钢料，那些所谓的神兵利器，竟如同废铁一般。同样的重量，这钢坯更沉更实，硬度质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这个打磨，怕就冲锋刃砍上100次都不会坏。以往大夏铸剑工序繁琐，耗时耗力，反复烧炼1000次锻打，难出一柄传世好剑。但现代金刚早已完成提割式高压锻压，精密定型，只需要工匠依照剑身轮廓简单切割、打磨、开刃、抛光，短短1个时辰，一柄线条利落，干练刃口锋利如霜，肌理致密无懈，通体透着顶级神兵的凛冽气场。老夫打了一辈子铁，今日才知道，原来兵器可以如此完美，无杂质，无一柄好刀，千锤百炼，战复淬，耗时半月，还得靠天时地利，全凭运气。如今只需简单切割打磨，便是绝世神兵。这根本不是技艺差距，是材质天差地别。好枫叶，轻轻一动便破风，有费力。这柄钢刀，怕是劈铁断石，都如切泥一般。是风。一剑断百炼精铁，这是神兵利器，不可思议！这可是大内工坊锻造的百炼宝剑，是咱们军中最贵最坚硬的配件。往日两剑相撞只会崩口，从未有过直接整齐断裂的情况。这一式钢剑硬度简直匪夷所思。末将以往对战北敌，最怕对方兵器坚硬，我刀枪一碰就卷刃断裂，吃尽大亏。如今有此神兵，再也不怕敌军铁器优势。你们看，砍断了百乱宝剑，咱们这柄新刀连一丝划痕都没有，半点不卷刃不崩边，这根本不是同级对战，是完全的碾压。以前总觉得古法锻铁已是极致，如今看来纯属坐井观天。同样是打铁造兵，材质天差地别，在精湛的古法手艺也补不上这时代鸿沟。
末将终于明白何为相为之力。北狄一直靠精良铁器压我大夏一头，可在这义士金刚面前，他们的精锐兵器全是不堪一击的废铁。此番决战，咱们的兵器足以碾压全场。全军将士谨记，从今往后，我军无淬刃，无断兵，手握绝世神兵，何惧北狄蛮夷？神兵在手，寸土不让，碾压敌军，护我山河。昔日我军兵器劣于北狄，屡屡吃亏，被动防御。今日得天赐金刚，助万千神兵。自此，我大夏兵士人手利刃，寸寸锋芒。北狄再来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粮草充足，军械精良，兵器无敌，民心安顿。所有铺垫尽数完成，接下来静待决战。大夏刚熬过大疫，又经夜袭惨败，城内兵力疲弱，军械耗损殆尽。往年对峙，他们的铁器软如处置，战刀一碰就卷，甲胄薄的挡不住流线。我北狄百炼精铁，素来怎压大夏一头？今日先锋出战，无需主力动手，便可踏平前沿防线。将军所言极是，大夏年年为我铁器，手中废铁根本不配成兵器。今日我等先锋军定要斩将夺旗，一举破城，踏平雁归关，碾压大夏弱兵。诸位弟兄，铭记往年血战之苦。从前，我们与北狄近身搏杀，明明奋勇拼命，却因兵器劣质、甲胄排薄，屡屡吃亏。末将记得，上次对战，我三柄战刀全部崩口断裂，眼睁睁看着敌军持刀压来，无力抵挡。那等憋屈，今日终于能彻底洗刷。从前总羡北狄兵器精良，如今咱们这柄神兵握在手中沉实稳固，刃光凛冽无比。末将早已迫不及待，要与敌军一较高下。全军冲锋，斩尽敌兵！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北狄顶级百炼精铁，千锤百炼而成，斩木断铁，无坚不摧。往日对战大夏兵器，从无断裂之理。不过轻轻一格，为何会断？不对劲，这大夏兵刃不对劲，绝非以往的废铁凡器。我的双层重甲，专为防刀劈打造，寻常战刀根本破不开。这大夏利刃到底锋利到了何种地步？他们的刀根本不是凡铁，是神兵妖物，太锋利、太坚硬了，完全没有制衡之法，根本挡不住。我用尽全身力气劈砍过去，对方轻轻格挡，我刀先断了。这根本不是对战，是单方面碾压。我们赖以称霸北疆的铁器，在他们面前就是笑话。今日一战，彻底撕开北狄的嚣张底气。他们倚仗半生的铁器优势，怎压我大夏边关数年，如今在义士金刚神兵面前，尽数沦为废铜烂铁。从今往后，边关再无铁器压制，神兵在手，蛮夷可破，山河可守。好！萧林小儿，我看你还能撑几日？北狄围城，
拼的就是粮草。萧岭缺粮，这是死局。将军，您看，这土豆一亩产量足足有惊人的3000斤，3000斤一亩，亩产3000斤，3个月成熟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继续说，还有何物？耐旱耐贫瘠，亩产2500斤，4个月可收获。这与传统粟米亩产仅仅一市约100多斤，形成天壤之别。2000、3000斤，这要是真的，咱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苏雨女从天赐下神粮，我大夏必胜！大夏必胜！苏雨女万岁！北狄想困死大夏，我就教会大夏人自己生产粮食，到时候看谁耗得过谁。再过半个月，萧林粮草耗尽，必然出城决战，到时候一举破城。